钱5块钱都到了。嗯5块钱。他卖1000块还没完都你垮了，你就把他是10万去吧，至少都要5万的钱。嗯。人家都是跟着你，这一万都要看了。我遇到这个，本来水是够用的，它流，你看这出来了嘛，它水流。那你要说要打黑酒？以后咱还可以挖起来。这还有真的是抽了后期啊！他那就跟你说100分的了嘛，是不100分他就成了。那就你说没得问题啊。在疫情在还没到的一直没。我们就关键是他刚开始就说哈，就按164大的时候不得球，你看最后喊他们来查，就是真的有问题。他们出来这么多事情的，这好多事情了。那就在大的上午整起来，他是空的放他的，这刚刚就说是那边你用不着，那单的那边就有结果了。甚至非管那个管他说管他嘛，就是外向的就是好，这个一就真不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看很多人一直都在关心我们租房子旁边这块地里面的这个坟墓，它到底要不要清走？至于清不清走，其实我也不清楚，因为他们找了几位先生来看，都说这里不太适合葬坟墓，葬在这里可能风水上面有点问题。他们就是3户人家的事情，有1户人家想清，然后又有2户人家也想清，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出钱。他说，因为他们是几弟兄嘛，然后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兄弟了。这个兄弟呢，他也不愿意出钱，然后就是刚刚就是我们房东走那位嘛，他老婆想清这个坟，因为他这2年一直身体不好。然后他那些侄儿啊，他们说他们都已经是孙子辈了，他们不想出这个钱，他们说跟他们没有关系。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僵着。那天他们又叫了一位先生来，那位先生说，这个坟墓可以不清，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志向给他换一下，就是说，把这个坟墓给刨出来，就像上次下面放刘姨他妈妈那个坟一样。给他刨出来，但范柳义他妈妈那个坟墓呢，是给他棺材移到另外一座山上去重新葬了一下。但是这里呢，他就说坟墓可以不清，碑也不用挪动，就是直接把里面的那个骨灰盒给他从这个志向换到这个志向，给他换一个方向就可以了。他们觉得这个方案是最好的，而且也不用花什么钱，就只是把这个坟墓弄开，然后再给它恢复就可以了。但是我是这样想的，他们既然要做这个事情，还不如以事情做好。因为前面几位先生都说必须得清走嘛，但是他们就是担心这个费用问题。如果说他们这块地愿意卖的话，其实他们可以把这块地卖给我们，卖给我们以后，他们再拿这个钱来清这个坟。因为几户人家嘛，这块地也是几户人家的。如果说是一家人的话都好说，几户人家的话，他们这个不愿意出钱，那个不愿意出钱。如果说他们统一愿意把这块地以1万多块钱卖掉的话，我们其实可以把它买过来，然后他们可以拿这个钱去清这个坟墓嘛。因为清坟墓的话需要花几千块钱，所以说我们也是去一块能够规划种菜的一个菜地。但是这个菜地现在是种了枫藤李，也是租给枫藤李基地老板了。前3年的话，我们还可以种菜，后3年就不能种菜了。我们其实买这块地的目的，种菜是另外一方面，主要就是觉得能给他们解决这个资金上的问题，也能把这个坟墓清走。因为这个坟墓确实离这个我们的房子有点近，因为我们现在房子也开始改造了，而且也升2楼。升2楼的话，我们在侧面要开落地窗的话，对过来就能看到这个坟墓，而且我们茶室那里看过来也能看到。如果说他们能清走的话，我们那些芭蕉树直接把它砍掉，就留几棵就可以了。像这样就不用在场内栽这么多树来给它遮挡住，因为这块地种了枫藤李以后，可能我们也不能再种
芭蕉树了。用芭蕉树的话，也会影响风塘里的那个光照嘛。所以说，离我们芭蕉树近的地方，老板都没有种枫糖李的，就只是种在这边。如果说不搬走的话，那些芭蕉树还会继续长在那里。现在这块地里面，老妈还在种油菜，然后我们自己前期种了一些无花果树在里面。这块地我们一开始第一次租过来的想法就是想用来种稻谷，但是因为占了粉末以后，他们就说不能用来种稻谷了。长期地里面有水的话，感觉不太好，所以说我们也妥协不种稻谷，然后就种了蔬菜。现在呢，这块地呢也租给了枫糖李基地的老板，给他们种枫糖李。还有就是这块地，那天我不是说免费给枫糖李基地老板种枫糖李嘛？因为我们租了10年，我们当初签合同的时候也是说的是我们要种果树、种稻谷、种蔬菜，都是由我们自己来种这些。然后大家都说这块地不是我的，我没有这个决策权，这个选择权应该给这个房东嘛。因为那天我也跟房东沟通了一下，他说这个现在是我们的事情，种什么都由我们来说了算。但是后来我又想了一下，这个地里面种枫糖李可能以后会长期占用，而且这个树根在里面，如果说以后他们不租了，也是一个麻烦。我又跟枫糖李基地老板说了一下，我说要不你把这个租金正常付给他们吧，就让他们虽然我们也租了，但是我们那个租金就不要了，就让他自己付给这块地的主人。然后像这样的话，可能对他们来说要公平一下啊，毕竟这些枫糖李到时候如果说他们不种了，还得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这个根系。现在我们唯一能想到的方案就是，可以试问一下他们这块地卖不卖。如果说在1万多至2万期间啊，如果他愿意卖的话，我们是可以买下的。因为，如果说便宜了，肯定他们不愿意卖，因为下面那块地我们一开始都已经出了1万多了，这块地比下面要大概多个100平，所以说还是很大的。最开始虽然他们问过我们，叫我们以6000块钱的价格卖给我们，那个时候确实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钱，我们没有买。但是放在现在路也通了，他肯定会觉得这里升值，要卖的高一些。这个坟墓如果说清走的话，是对我们还有这个大环境的有所改善。如果说不清走的话，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影响。但我们还是希望，如果说能清走的话，就尽量清走吧，清不走也没关系。所以说我们以平常心去看待这个问题。